跟 NobleLM 操作这个产业研究工作流的时候，其实你就会一步一步的知道说，原来台积电它是怎么样发迹的，然后它中间遇到了哪些困难，然后它现在怎么赚钱等等的，就是它会有一个比较像是从头开始去了解这家公司，然后就会是一个比较基本面的东西，就是你知道说这家公司是怎么在做哪些事情，然后怎么样起来的。所以它不是单纯一个可以买或不可以买的答案，而是就是真的了解到它的公司的 DNA 跟文化或过去的历史。欢迎收听收看理财小时候，我们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多元观点，和你一起学习投资与理财，一起打造出有选择的人生。欢迎大家在 Podcast、YouTube 和 IG 订阅跟追踪我们。大家好，我们今天的来宾是 VK 科技阅读时间的主持人 VK， 他最近推了一个线上课程，是 NobleLM 产业研究工作流，是一门教你如何透过跟 AI 协作来做好公司和产业研究的线上课。像我自己啊，我也会研究一下产业，然后我觉得那个心法就是说，一开始不能急着问说哪一个股票会涨，而是要先去了解那个产业在做什么，市场有多大，生意是什么，然后最终需求方是谁有定价权等等，然后再来了解哪个股票有机会有潜力。那现在进入 AI 时代以后，研究产业速度几乎可以说是加速10倍，非常非常快，我自己很不习惯，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跟 VK 好好聊一下他是如何做产业研究的。不过一开始我们还是请 VK 先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 VK， 然后我有经营一个 podcast 跟电子报叫做 VK 科技阅读时间，就是我们每一周呢都会讲一间科技公司的故事或是科技人物的故事。然后当初为什么想要开这个课呢？是因为在去年10月的时候，我们已经有先开了一个就是 NobleLM 的 MVP 课程，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教大家不同的模式，比如说有建议模式啊、生成模式。那后来呢，就是希望可以把这个课程再更升级一点，因为当时呢，就是在推出的1个月前的时候呢，这个 NobleLM 就已经大改版了，然后这样就变成说我们整个影片的呈现方式就是 AI 时代的宿命，对，就是是一个旧版的，所以那时候就想说，好，就是先。在之后1季或者2季之后呢，推一个就是比较升级的课程，那也让就是一刚开始购买的这些学员呢，他们可以有一个更优惠的折扣这样子。这次用产业啊或者学术以及说内容创作这3种工具包或者这种实战经验的场景的意思，就是说它其实更让人家可以马上学会，就是说按照我的步骤，按照我的 prompt， 然后怎么样去操作这件事情，是比过去我们在教不同的模式的时候是比较容易好懂的。然后再加上说，因为其实过去也做了大概2-3年的这个科技阅读的东西嘛，所以包含说怎么样去研究一家公司啊，就会有一些心得，然后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说怎么样透过 NobleLM， 然后我是怎么样使用的，跟这个 NobleLM 之中呢，你可以放什么样的资料啊，什么样的 prompt， 然后帮助你在理解产业或者在理解一家公司的时候，其实是可以更有脉络、更有系统的在做这件事情。观众跟听众也有这种经验，就是想买一只股票，然后就打开 ChatGPT 就问他说：“某某公司，比如说台积电，现在还可以投资吗？”或是最常问的就是台积电还可以买吗？那我们用这个产业研究的这个工作流啊，是可以这样子问他。问 AI 就是或问 NobleLM 来问说，这个公司可以买吗？这个股票可以买吗？这现在可以买吗？是这样的一个做法吗？不太算是这样做法，就是说我们会以台积电为例就好。我们 deep research， 我们就会透过 deep research， 就是先把台积电相关的资料发汇进去。那如果你自己找不到的话，也可以透过它的内建功能 deep research 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接下来呢，因为我们的就是我们的 podcast 或电子报，其实都还蛮喜欢用一件事，就是用主线跟主角的方式。主线跟主角的方式是什么？对，比如说主角就是台积电这家公司，那它也有可能是一个公司，也有可能是一个人，因为其实你在跟着这个主角走的时候，你会比较理解说这个公司它究竟背后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怎么赚钱，它的商业模式相应的事情嘛，然后或者说他们究竟在做些什么。那在用更大的 scope 去看的时候，就是他在这个产业当中扮演什么样子的角色。那主线就是他可能会遇到的类似像是英雄旅程这样子的概念，就是他最早怎么开始的，然后中间遇到了哪些困难等等的，就是我们会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去理解。跟 NobleLM 操作这个产业研究工作流的时候，其实你就会一步一步的知道说，原来台积电它是怎么样发迹的，然后它中间遇到了哪些困难，然后它现在怎么赚钱等等的，就是它会有一个比较像是从头开始去了解这家公司，然后就会是一个比较基本面的东西，就是你知道说这家公司是怎么在做哪些事情，然后怎么样起来的。所以它不是单纯一个可以买或不可以买的答案，而是就是真的了解到它的公司的 DNA 跟文化或过去的历史。
可是像你刚刚举台积电为例，台积电台湾人都很熟嘛，就是大家都跟着他长大，他也20几年、20-30年，我们也看了他20-30年。那如果我们要去了解他最近的发展的话，那这个研究他90年代开始会有帮助吗？因为我比较多都是看国外的新创啊，或者是公司，所以可能对于台积电呢，就会大家可能都会有点熟悉，但是又不是很确定他在讲些什么，所以我觉得从一刚开始知道他在做些什么，有一个大概念的方向，然后再知道说他现在在做些什么，以及说整个市场的动态等等的，我觉得是会有帮助的，就是你会有一个脉络，知道说他们为什么会走到现在做这件事情，然后竞争优势是怎么样被累积起来的。我看你那个课程大纲里面有写到，就是其实做研究就是3个阶段嘛，就是输入、整理跟输出这3个阶段。那这每个阶段我们大概要做什么事？那 AI 可以怎么帮助我们？就是在输入这一段呢，它就会是一个从 Deep Research，Google 的 Deep Research 就是在 WLM 当中，它有2种模式，一个是 Fast Research， 一个是 Deep Research。那 Fast Research 呢，就是它可以快速的，就有点像是我们今天输入一个关键字，在 Google 上面输入一个关键字，然后它就可以帮你找出可能前20页的内容，然后就很快速的帮你去整理。但是这 Fast Research 它有可能找进来的资料比较多，都是一些可能内容农场文章啊，或者是品质比较不好的文章，所以我们通常不会用 Fast Research， 但是我们会用 Deep Research。Deep Research 呢，它就会跑比较久一点，然后它会去产生出一个 Deep Research 的报告，就是它可能收集了50个资料，然后产生了一个可能台积电它从过去到现在，然后或者是它在现在当中有哪些优势的一个报告，所以它的我会把它称之为很结构化的报告，因为它会给你可能大概5000啊10000字这样子的内容，好多。对，就是这是其中一个。然后接着呢，它会再喂进去可能50笔的资料，那这50笔的资料呢，就是很多是关于台积电相关的啊，或者是一些他们的股东报告等等的，那你就可以在这边看到，这是输入的部分。那输入的部分就是你把它全部丢进去之后，你还是要经过一些筛选嘛，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就会教你说，你可以怎么样去筛选，然后帮你保留这一个不错的内容。那我可以问一下，就是筛选的部分是人工筛选还是 AI 筛选？人工筛选，对对对。所以他找了很多东西要人工慢慢看嘛。对，就是我们会教你一些方法，就是知道说哪一些东西可以先删掉。当然，如果你没有太多时间的话，你不太可能一个一个慢慢看。但是在这之中，你可以先去看那个结构化的报告。就是假设我对于台积电，我可能真的是不是很了解好了，那我就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然后先知道结构化的报告它帮我整理出来的东西是什么，有一个大纲，有一个脉络，知道之后再进到筛选资料。那同时我们会加入一些好的资料进去，但是要去哪里找到好的资料？在这之中我们也会跟你讲说，比如说像我自己很喜欢的 podcast 节目就是 Acquire，他们过去就有做过 TSMC 的这个分析嘛，那也有访问过张忠谋的创办人，所以呢就把这样的资料也可以把它放进去。可是因为在一刚开始的时候 Deep Research 它不会帮你找到这些资料，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某种程度的 secret sauce， 那你就可以把它加进去。那这是输入阶段。那到了整理阶段，就是我们要开始去跟这一些内容做互动。那我们要怎么样做互动？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讲的主线跟主角的概念，就是从这样子的 prompt， 然后去介绍说，你可以透过主线，然后就是台积电的整个发展历史，然后或者是它现在的一些最新的变化。那台积电这样子的主角放进来之后呢，我可以怎么样去理解？那这就是整理阶段。那整理阶段就会一步一步的教你去怎么样透过 WLM 的工具来帮助你使用，然后怎么样去理解台积电它过去的整个发生的历史啊，跟它现在的变化。那输出阶段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用 AI 工具，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说，我跟他问答，然后他回答很好，可是你不太确定说你有没有真正理解。所以在输出阶段的时候，我们就会跟你说要怎么样去帮助自己来理解。所以我们会给你一个类似像是学习单的东西，就是你要先回答这些问题，然后再把它丢进去到 WLM 里面，确定说你真的是这样理解，理解是对的。所以是要考自己的意思吗？对，其实要考自己。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因为我其实过去使用 WLM 很长的经验，就是我会觉得我好像懂了，对，可是觉得自己变聪明了，对，就是看着他吐出的这些深层的内容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好像自己懂了。可是你把它关掉，你要自己讲的时候，或者我要写文章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这其实是有一个知识上面的落差，所以我并没有这么知道，我并没有可以很精确回答我刚刚问出来的那些问题的答案是什么。那这其实就造成了一个知识上面理解的落差。所以那些问题其实如果你有办法
能够回答，就代表你对这个产业有或多或少就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而不是看了 AI 吐出来就觉得自己懂，然后自己人家问你，然后你什么都不知道这样。对 ，OK， 所以也有可能是说，我们透过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反推，就是说，你是不是可以问他这些问题，然后让他吐出来，让你更了解这件事情。对 ，OK， 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了解，让自己透过 Notebook LM 来研究一个产业，跟我们直接看那个法人的报告啊、产业分析的报告，或者是很多 YouTuber 也会分析那个说某某产业怎样怎样，那太空产业怎么样，或是任何一种产业怎么样，它的差别是什么？整个产业研究工作者，它比较会像是一个讲故事的方式，就是因为我们通常都会在节目当中去跟大家分享说这一个公司它背后发生的故事是什么，所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其实会让人家更容易去有好奇心，会想要问更多的问题。比如说你今天可能直接跟我讲一个太空的故事，我可能不会这么理解说太空的故事它接下来会有怎么样子的变化，可是如果你今天跟我讲Rocket Lab 啊，或者是在讲 SpaceX 的公司的故事，它其实就会变得更加立体，它的主角就会变成是这个 Peter Beck， 就是Rocket Lab 的创办人，那我就会跟着他一路知道说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小型火箭啊等等的卫星是怎么样发展，那 SpaceX 也是，所以我们就会比较像是讲故事的方式，带着大家一步一步的去了解这家公司这个产业背后的一些事情。就是看很多资料，然后自己把那个故事组起来，让自己变成电影导演或是一个个人传记的感觉，就是主线跟主角是谁，他的英雄旅程长怎样。对，然后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产品出现，或者是说这个产品它代表了什么样子的意义，然后有怎么样子的影响等等的。如果是创办人还在这家公司，确实影响会很大，很多创办人意志。我之前看那个黄仁勋的那些别人代笔的传记，我就觉得黄仁勋真是一个很疯狂的人，他竟然在什么市场都没有的时候就哭打我说，这个要是我是一家公司的总经理，不是创办人，早就被 fire 了，就是怎么可能在这么早期就做这件事所以当你了解他的想法，然后公司的 DNA 跟脉络以后，你就会更知道就是说这家公司看的时间并不是半年一年，而是更长的一个时间，然后你就会更可以产出洞见出来这样子。不过讲到洞见这件事情，我觉得在投资这件事情上赚大钱的是找到跟市场不一样的看法，而且它还是对的。那可是跟 AI 这样互动讨论，常常得出来结果就是人家诟病 AI 就是平均值嘛，因为他是看网络上所有的文章，所以如果你问他问题，他很容易告诉你就是一个没有错的答案，但也不特别。那如果用 Notebook LM 来帮助我们做产业研究，我们也会踩到这个坑吗？我觉得这个过程比较像是说你怎么样透过 Notebook LM 的方式去累积这一个产业的知识，然后我觉得知识就是可能累积久之后，你就会有一些判断力。但是这之中你可能还是会需要去实验看看，就是比如说你可能买一点点，然后去实验看看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是有点像是说做中学，然后你从这个学习当中去得到一些回馈，然后再去形成你的判断力这样子。所以其实像 AI 是帮助我们去累积知识，你刚刚前面讲 Deep Research， 所以帮我们找到知识嘛，然后它稍微帮你整理一下，或是你自己再跟你说你看的东西太少，我再塞一些东西给你，然后我们再来跟它互动。所以它还是在做研究上面，它还是比较像是那个副驾驶，就 Copilot 的概念存在。因为其实你还是真正去投资的那个人嘛，对，只是他有一个像是小小研究员这样子，然后你可以跟他讨论。AI 可能也会有一些偏见，或是他会那个顺从你嘛。比如说我们跟 AI 互动，就是你跟他说你心情不好，他就不会骂你。现在这个时候心情不好是根本他会顺着你的想法去理解你。就是假设我们做产业研究，或者我们做公司研究，然后我本来就很喜欢一家公司，所以我在字里行间跟他丢出来的时候，我就会比较偏向这家公司。比如说台积电还会持续上涨，然后让大家都看好嘛，他可能就会顺着我的话继续讲。那或者是我问他说这家公司有什么成长机会如果我讨厌一家公司，就问他说这个公司有什么风险。那会不会 AI 就放大我们的偏见，而不是真的帮我去累积有用的知识？我觉得可能还是会存在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就是它还是会有一些幻觉，或是它会顺着你的话的意思。那 Notebook LM 我想它还是会稍微降低一点点这样子的风险，因为它其实它每一个句子后面都会有一个 citation， 就是它都会有一个引用，它的引用来源。我最习惯的做法就是说它假设我问他一些风险，或者是他还没有成长的空间，那我会去看说他后面的 citation， 然后他整篇文章是在怎么讲的。
但或者说你也可以角色扮演，就是假设我真的很喜欢这家公司，但是我是故意问他一些，你觉得有什么样子的风险，我不应该投资之类的。了解，就 Notebook LLM 后面都有 citation 这件事情，然后他的所有观点就来自于他找的资料。你可以，我倒回去问这样子，就是为什么你是跟大家分享如何用 Notebook LLM 做产业研究，而不是用 ChatGPT 做产业研究，或者是不是用 Gemini 做产业研究？你特别挑Notebook LLM 应该有它的理由存在吧，对不对？对，因为在 Notebook LLM 出来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这个工具，然后就一路的就是看着它变着很多更新，然后到现在这样子。就是它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功能，是它会在后面全部引用这一个内容的 citation， 所以你是可以往回去找到它所对应的资料来源。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在我一刚开始做就是 VK 科技阅读的10号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件蛮帮助的事情，因为很多时候你可能会要阅读大量的资料，就比如说在 Pre AI 时代之前，你要阅读很多大量的资料，可是你会忘记这一段它是来自哪里，我是不是记错了，那你就开始怀疑自己。可是在现在 Notebook LLM 其实很发达，所以你可以把你想要读的资料丢进去，然后呢，你就可以看说，它每一段引用来源究竟是在哪里。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就很帮助我判断说，这样子的内容其实出去了，它是真的有依据的，而不是我自己有幻觉啊，或者是 AI 有幻觉这样子。所以用 Notebook LLM 其实就更好帮助你判断，就是说到底这个资讯是可不可信，然后到底是比如说谁写的，因为你可以连出去嘛，所以你也知道说这个人长期以来立场怎样，所以还可以再一路挖下去这样子。对，然后因为刚好那时候我有一个朋友在 Notebook LLM 的团队里面工作，然后去年有幸参与 Google I/O 的时候，也有去就是访问到他们 Notebook LLM 的负责人，所以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越来越喜欢这个 AI 工具，因为它其实背后的想法就是透过学习跟研究工具的方式来去设计这一整套工具的，就是它会跟比如说对话式的 AI 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现在其实有三大块面板，就是最左边是它可以输入资料，然后中间是你可以跟它对话，右边就是它会有很多的工具，比如说简报啊、资讯图表啊，或者报告等等的。所以它就是透过这3大面板，你就可以在里面进入一个心流的状态去学习、去写作、去研究。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大概会怎么用？比如说先 deep research 嘛，然后可能再请他整理跟他互动，那你右边那些面板你会怎么去利用它？我在一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把它输入进去，把这些资料输入完之后，我就会开始去点最右边的先点最右边的，对，先点最右边的，就是透过心智图啊的方式，先帮助我去了解，就因为它心智图每一个都可以展开，然后它可以再针对每一个，它就是会有大中小颗粒的概念，所以我可以比如说我对于可能台积电的历史我真的很感兴趣，那我就可以从台积电的这个发展故事再继续去了解说，它历史有哪一些，然后它就会根据那一些资料再去讨论说这一个台积电的历史有什么。那另外呢，我也会蛮喜欢用比如说简报啊，或者是资讯的图表，就帮助我用图的方式很快速的去知道说他大概在讲哪一些事情，然后接着我才会回到中间的面板，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了，然后你可能对于台积电有一点点理解，然后在看了那些之后，你就会有一些问题，然后你就可以把你的问题丢进去问中间的那个面板，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很棒的地方，而且他在你问问题完之后，他会再塞给你3个建议的问题，所以你就可以再继续 follow 他的问题，再继续问下去。这就是我觉得在研究或者是在做内容创作的时候，觉得蛮有趣的地方，因为你有时候会想到一些你想不到的问题。OK， 就是你会看不知道想要问什么，对，就是你会有一个知识的盲区，就是你不知道什么东西。我觉得透过 Notebook LLM 的方式，你就可以知道说，我在问完这些问题之后，他要再塞3个建议的问题，那我就可以在这3个建议的问题当中再去看说，有哪些事情是我不知道，就它就会变成很多条线，然后可以这样继续抓下去。像我自己以前用这个东西，我第一个用的是 Podcast 功能，然后他就讲出来，然后我就想，你讲的不错，可是我好像他们有点太聊天了。你自己也会用那个 Podcast 的功能吗？我自己用 Podcast 的功能，它之前是可以就是加入到里面一起跟他们对话的，但是它是英文的模式。对。然后我会因为有一些英文的访谈，然后我就会把比如说这个人可能过去相关的访谈全部都要抓进来，抓进来之后呢，我就会开始丢一些问题问他，然后也试着就是让英文口语变得比较好一点。OK。你讲到这个，我就回想起来，因为我对 Notebook 也没有那么熟，就是它左边那些资料里面，除了文章以外，它也可以丢出一些那个声音的相关档案，它一样可以听。对，然后 YouTube 也可以。OK， 所以比如说，我要研究
我之前有访过苹果在中国的作者 Apple China，所以我就把他相关的访谈都丢进去。OK， 然后因为要跟他访谈有点紧张，所以我就会再开那个 podcast 的模式，熟悉一下，对英文的那种感觉是怎么样？我们从研究到，比如说我们决定说，我们看好或看坏某家公司，然后这个历程，你可不可以分享？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说你对这个产业好奇，然后研究了以后发现，这家公司真不错，那最后你就觉得，这家公司可以买，甚至自己还买进，有没有这样一个例子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反正已经发生的事情了，不构成投资建议，但是就是对，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这样。因为其实过去很常需要看每一家公司，然后喜欢每一家公司，通常都会有一种哇，就是好像可以买进的感觉。OK， 对。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呼应的例子，就是 Rocket Lab， 对，它是一个火箭的公司，然后他就是在专门做，因为 SpaceX 以前他们有发射过3支的猎鹰1号嘛，然后后来中间他们就是去做了猎鹰9号，那他们其实就是把 SpaceX 不做的市场拿回来做，这样子就是发射小型火箭。那这个就是 Rocket Lab 他们在做的事情。那 Rocket Lab 它是一家来自于纽西兰的一个太空新创。那他的老板 Peter Beck 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总之我是先被他的故事给吸引，然后才开始去研究这家公司。太空的故事就很容易被打动，就是因为他们就会遇到很多失败然后就不放弃，但是他们就后来就成功了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就有买了一点点这样子，然后最近就是因为 SpaceX IPO，然后再加上整个太空的叙事，所以就有涨一些。了解，你研究这家公司觉得他们很棒，那到你真的决定想买，这中间你还多做了什么事情？我觉得那时候有一点抱着是试试看的心态。因为我没有预期到它会这么涨，但是就是想说，我都研究了，然后对这个老板，然后对他们在做的事情，其实都还蛮有信心的。我没有就是特别去算什么买入的价格或者什么，就是只是觉得说，研究完觉得好像可以持有一下这样子。Peter Beck 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他是在纽西兰，然后他做了非常多跟太空没有太直接关系的职业。其实你刚刚一开始讲到纽西兰，我就吓到，我说哇，他是纽西兰人，他做这个事情对。然后他一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可能洗碗工啊，但是他就是非常喜欢动手自己做一些零件的那一种。然后呢，后来有一次是他在20几岁的时候，他就对于太空有很多的向往。他就跑到了美国，然后去开始参访 NASA， 然后参访很多这种太空。他的行程也太观光客了。对，他的行程很观光客。但他参观完之后，他就觉得很失望，就觉得说为什么这一些都是在做这么久年代以前的事情，好像没有进步。所以他其实是在回程的班机当中，他觉得很失望，所以他决心要来创一个 Rocket Lab。哇哦，这个故事很有趣，因为我自己很喜欢 Canva 的创办人 Melanie Perkins，他也有类似的故事，然后就两个放在一起的时候就觉得非常有趣，就是他们都是在回程的班机决定说他们要做这件事情，然后下定决心这样子。了解。然后后来他就开始一路的做，但是火箭是一个非常太空火箭，这很困难的东西，是一个很困难而且很容易失败的一个领域。它有一个概念叫做铁丝精神，就是它就是用有限的东西，因为它纽西兰也可以想象，就是资源就是比较有限，然后他们过去也没有成功的太空案例，所以呢，他们就是在极度有限的资源的情况之下，然后打造出来这个火箭是在第一次发射，就是虽然有一些小小失败，但是在第2次的时候基本上是非常非常成功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哇，这个故事真的是非常的感人。真的，他怎么做到？好难想象，因为火箭就是困难的东西，不然我们不会说。那一个数学很好的人就叫 rocket science 这种事情，他居然有办法，而且他第一次参访回来有办法自己做。对，然后他第一次失败的时候，其实不是他们的问题，是软体公司在倒数的时候有一些问题出现。所以如果没有那个问题的话，第一次他们其实会成功的。然后你就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想说天哪 ，SpaceX 一刚开始，他们其实也是失败了3次，可是他们竟然是第一次的时候就接近成功了。了解。然后他们就是很多人就觉得说，太空根本就是大家。不会想到说有一个民营的公司在第一次发射的时候就会成功了。对，但以上不构成这个投资建议。当然，不过他既然是一个个人的力量，然后聚集了一个团队，光去哪里找团队，我都觉得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他有办法聚集团队，然后还有办法真的开始试射，然后现在还成功，我真的是我觉得他们背后有一股可能真的是一群天才在做这件事情。
对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好奇想问，就是说有没有那种经验，就是说比如说你这样看 Rocket Lab 这家公司觉得很棒， AI 是一个普世意见的平均值嘛，所以他可能也会透露出给我这种看法，比如说我觉得他们失败机会很高，然后他们很不好，或者是他的看法就跟你不一样了。那你遇到就是 AI 跟你的看法不一样，那你会去跟他怎么互动，去纠正他吗？还是叫他 challenge 你，还是你要 challenge 他？我会请他 challenge 我哦。比如说我可能很看好 Rocket Lab，但是他一定会告诉你他还有哪些风险，可是这时候就是看你要不要相信这样的说法，了解，对，或者说你可以就是慢慢加上去这样子。OK， 就把这些想法加上去。对。可是就是那些风险，他因为他是很有逻辑的，他挑战你，或是他提出来的风险，一定都是有道理存在的。那这样子会去动摇到你的想法吗？一刚开始研究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就是假设说你可能想要买到一定的股数好了，那可能你就会减半之类的，还是会担心，然后再慢慢看。对，再慢慢看。像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比如说好了，比如说我们讲 NVIDIA， 因为我比较了解就是相关的东西，然后就有人提出很多怀疑，我就说，我就去找一些证据来反证他嘛，就是说我觉得不是这样，然后事实上是怎样，所以可能就是跟他在讨论。那 AI 有时候会在反对你，有时候不会反对你，然后就是好像就是一个逼近事实的过程嘛。好，那节目最后我想请问 VK， 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观众或听众想要试试看 Notebook LM， 然后来那个试试看，就是说我们来做一下产业研究，然后而不是直接问他说会涨或是不会涨，你会建议他们就是起手式或者前面几步应该怎么做？我觉得一刚开始可以先试试看主线跟主角的这一个方式。我觉得这很特别，因为我一开始大概就会问说，他们卖什么产品，赚什么钱，毛利多少，跟想不是主角跟主线这样。对，因为直接这样问吗？就是说，请问这个如果把它拼成一个故事，它主角是谁？它的主线故事是什么？主角的话可以是一家公司嘛，那也可以是一个人。比如说，你可以想要知道说，张忠谋他刚开始怎么样进到开始创办台积电，就是这个背景脉络其实也是蛮有趣的故事。那你就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先对于这一个就是这一家公司的人，或者是这家公司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然后接下来再可能去问他说，那他们是怎么赚钱的？我们先不谈商业模式，我们谈他们怎么赚钱的。就是你可以问一些很简单的问题，然后先慢慢的，我觉得这个过程比较像是说，先慢慢的累积你对这家公司的好奇心，或是对于这个人好奇心。因为我觉得这一个比较难以被复制，或是比较难被引起来的。可是我觉得在讲这些故事的时候，其实大家会是很有兴趣的。就是它是一个很轻松的就去认识到这家公司的一个方法。因为我觉得人的好奇心是一个很特别的资产啦。那你用一个故事，那人是喜欢听故事的嘛，所以你就也不会说就停在哪里，你就想说那我反正 AI 怎样都会回答你，你就一直问他，然后他就会根据他找来的资料，然后附上 reference 告诉你说其实是这样，其实是那样，然后你就会越问越多，然后就越来越了解产业是什么。好，我们今天谢谢 VK 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我们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参考 VK 的这3门课程 Notebook LM 产业研究工作流，还有另外2个是内容创作工作流，然后跟学术研究工作流。好，那我们今天谢谢 VK， 谢谢。